众所周知美国在武器研制领域呢，一直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许多新式武器的概念也都是由美国提出的。今天的老兵就带各位一起来看一看美国现今一直在研发的8款黑科技武器。看完之后呢，绝对刷新你的认知。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Top 8 Exacto 子弹，该款子弹呢又名超精确任务弹药，是美军研发的首款自导子弹。在现代战争中呢，狙击手的重要性是自然不言而喻的。他们拥有着比普通步枪手更远的射击距离，往往可以在500到2000米的距离执行狙杀任务。可是你要知道，培训一名顶尖狙击手所需要的时间也是极为漫长的。在战时呢，敌人可不会慢慢的等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便研制出了此款子弹。原理呢是让子弹本身成为制导武器，该制导系统类似于激光制导武器，可以将0.50口径子弹变成能够对目标进行归零的制导轮。DARPA 声称该系统非常易于使用，甚至在武器测试期间，即便是首次使用该系统的新手，依然可以轻松地瞄准移动的目标。在子弹短暂丢失目标后， Exacto 能够将子弹继续引导向目标，让其可以精确命中移动的目标。而一旦这款子弹研发成功，美军士兵将会全部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Top 7卫星熔炉，在现如今，许多国家都把军事卫星当作国防警备的重要内容，并让它在现代战争中大显身手。而在和平年代，又把这些军事卫星改造为民用，为经济建设服务。许多国家都在用其探测别国的军事机密。那么，当两个国家开战时，如何摧毁敌方的卫星呢？美国为此特地的开发了一款武器，这就是卫星熔炉系统。它是 DARPA 资助的一项与雷神公司和格鲁曼公司合作的项目，目的是开发一种卫星，设计用来跟踪和猎杀对手的军事卫星。此卫星可以通过简单的物理原理，让阳光反射到敌方卫星上，在为期数周的时间内持续加热敌方的卫星，最终让其脱离预定轨道，并在重新进入平流层上层时烧毁。该卫星最初在2018年演示，是美国一个为期5年的项目，预计很快会在今年推出，但是近期并没有具体消息传出。Top 6铁幕系统，此系统美国早在2004年就已经着手研发了，属于 DARPA 正在进行的项目之一。而所谓的铁幕系统，就是在战车的4个方向分别安装防护装备，以此提供全方位的战车防护。全套系统由探测传感器、光学仪器、雷达、反方向弹药以及高速计算机中枢等部分组成，可以在反装甲武器中击中战车数毫秒前，通过发射弹药来减小或者消除威胁。而传统的主动防护系统一般是从数米外对威胁实施拦截，无法照顾战车周围的同行人员，但铁幕系统却应用了向下发射弹药的方式。事实上呢，并未引爆来袭武器，可以有效减小爆炸破片的扩散范围。早在2013年，美国陆军便开始测试铁幕主动防护系统。从其公布的测试视频来看，加装了铁幕系统的悍马装甲车在被火箭弹攻击后仍能继续行进，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Top 5等离子保护场，你知道吗？当电离过程频繁发生，使电子和阳离子的浓度达到一定数值时，物质的状态也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它的性质也变得与气体完全不同了。为了区别于固体、液体和气体这3种状态，我们称物质的这种状态为物质的第4态，又起名叫等离子态。在现如今，等离子体的用途非常广泛，而美国近期呢就将其用在了军事领域，研制了一种等离子保护系统。波音公司已经为这种系统申请了专利，此系统能够通过产生等离子场，以此来保护车辆免受爆炸损坏。设计之初是创建一个电离空气场，使传入的爆炸偏转。不过直到现今，该系统还不能阻止来袭的射弹，如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榴弹等。Top 4红外隐身技术，红外隐身技术呢是通过更改结构的设计和应用红外物理原理来衰减吸收目标红外辐射的能量，从而实现目标的低可探测性。主要包括改变目标的红外辐射特性，降低目标的红外辐射强度，调节红外辐射的传播途径。美国从上世纪末便一直在这领域钻研。就在2018年6月21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向外宣称，研发出了一款超薄红外隐身薄板，
虽然此型红外隐身薄板材料的厚度还不到1毫米，却能够吸收约94%的红外光，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磁性材料拥有极强的吸收中长波的能力，而这一波长范围的波是最为靠近人体温度下的物体可以辐射出的波段。这一系列数据意味着，加装了这种红外隐身薄片的物体，基本能够实现对红外探测装置的完美隐身，由此可见其强大之处。Top 3 AR 作战系统 IVAS。此系统呢是美国陆军未来重点项目之一，而集成视觉增强系统护目镜是一款源自微软公司的 Polaris 2虚拟现实头盔。此型头盔拥有多种环境传感器，可以将如今的高分辨率夜间温度和单兵携带的传感器安装到一个统一的平视显示器中，以此提供更好的态势感知、目标交战、情报决策以及虚拟现实训练能力。该型护目镜能够让士兵直接看穿车辆的车体，也就是说，即便在步兵战车内，士兵通过头盔上的传感器直接和车体外部的摄像头连接，这样就能够做到在车里看车外的情况。这也意味着士兵将拥有极为恐怖的态势感知能力，已经无限趋近于电脑游戏中超级士兵头盔中的 UI 系统了。Top 2 激光炮。激光炮呢是一种高能激光武器，是利用强大的定向发射激光束直接毁伤目标或者使之失效。而根据作战用途，这种新型武器分为战术激光武器和战略激光武器2大类。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在激光武器应用中处于领先地位。在2021年12月4号，美国在亚丁湾水域进行了激光武器系统样机测试，成功摧毁了一个水上漂浮目标。该款验证机便是美国海军和格鲁曼公司联合研发的 LWSD Mk2 Mod 0样机。在作用方面，激光武器拥有众多传统化学能武器不具备的优点，比如能够快速射击、精度高等。理论上来说呢，只要舰船上的电源不断，那么激光武器就可以一直射击，几乎拥有无尽的火力。而在激光武器的功率上呢，美军也是不断一次次加码。曾经有消息传出，美国陆军将在今年测试新的陆基激光武器，功率达到了300千瓦。以功率而言，如果测试成功的话，将刷新美国海军创造的记录，成为美军最强的激光武器。Top 1 电磁炮。电磁炮是利用电磁发射技术制成的一种先进动能杀伤武器。与传统大炮将火药燃气压力作用于弹丸不同，电磁炮是利用电磁系统中电磁场产生的安倍力来对金属炮弹进行加速，使其达到打击目标所需的动能。与传统的火药推动的大炮，电磁炮呢可以大大提高弹丸的速度和射程。早在2005年，美军便提出了研发舰载轨道电磁炮的计划，截止2010年投入了2.11亿美元。2010年12月6号，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宣布，该公司研制的 Blazer 防空型电磁轨道炮的样炮已于9月在美国陆军杜格威实验场成功试射了空气动力学弹丸。在这一领域呢，美国可以说领先了世界20年。那么大家还知道美军的哪些黑科技武器吗？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老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想了解更多，记得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